11高燃救场无人能挡，这个歪头杀简直不要太飒。我是瓜皮儿，咱们紧接上回。麦克他们知道了颠倒世界入口的存在，可在路上却遭遇11的暗中阻拦。那里可是他噩梦的开始，不知情的小伙子们起了内讧，白折腾一天，换谁都得鸡翅白脸。就这样4人出来的就回去俩，而霍普同时发现了能源部的秘密，连带着威尔还活着的消息一同告诉了乔伊。主角团距离真相越来越近。此时乔纳森和南希已经深入密林，后者意外通过树洞来到了颠倒世界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掉了下巴。可不知为何来时好好的，这回去的路找不着了。乔纳森大喊着他的名字，也正是这声呼喊帮助南希逃了出去，两人相拥一起劫后余生。史蒂夫心念南希，大半夜驱车赶去帮忙，爬上2楼一看，心里暗骂我干啊！这南希跟乔纳森坐在床边行为暧昧，史蒂夫一颗热心算是拔凉透了呀。今天的经历让南希魂不守舍，为了守护她，乔纳森直接打地铺留下过夜了。即使这样，南希还是害怕，乔纳森迫不得已上了炕啊。与此同时，乔伊一遍遍听着霍普的所见，他记得很清楚，能源部最深处的那个房间，床的大小和陈设完完全全是给孩子准备的，除了一幅画，屋子里还有一个编号11。仅是一听，乔伊就确定那幅画不是威尔画的。那能源部还会有什么孩子吗？想到这儿，霍普回忆起了本尼遇害的那天，目击者称事发之前看到过一个寸头小孩，而多年前曾有一篇报道说的就是一个女人失去了自己的女儿，那个女人起诉了政府和布伦纳，似乎坚信就是能源部抢走了女儿，可这个案子被压了下来，最终不了了之。霍普将一切串联起来之后，顿时细思极恐啊！难道说能源部在拿孩子做实验吗？而自己这一星期拼死寻找的孩子，其实根本就不是威尔。霍普一大早就托人找到了报道上那个女人的联络方式，两人立刻赶往了她的家。开门的是她妹妹，人家也并没有阻拦二人，因为姐姐已经很多年就没有开过口了。泰瑞平静的外表下藏的是他5年来的撕心裂肺。果然他妹妹说的没错呀，泰瑞根本就不愿意搭理霍普他们。得知乔伊也失去了孩子，妹妹便把这些年的经历讲了出来。当年泰瑞参加了一项关于精神控制的实验，他长期被注射药物，然后关进满是盐水的死水当中。不巧的是，泰瑞当时怀有身孕，可自己却压根儿不知道，结果孩子就流产没了。不知道是药物的作用还是泰瑞疯了，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孩子还活着，甚至还装扮了一间房子，声称自己的女儿拥有超能力，关于心灵感应、念力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布伦纳才抢走了女孩，利用她来对抗苏联。可具体这孩子存不存在，她们姐妹根本就没有证据，因为所有资料都被删除了。医院的说辞就是流产。11消失后的第一天，麦克想念，看不到他回家，也只能把脾气撒在11的小窝。虽然很生气，但麦克坚信11的行为是在保护他们。都怪卢卡斯过激导致了这一切，达斯丁全看在眼里，这明显是仨人都在摆烂呢。说破大天也是麦克先动的手，他要求麦克主动去道歉求和，纵使万般不愿，麦克还是一个地板油赶去了卢卡斯家。见是麦克来了，卢卡斯脸色一黑，他可以接受握手言和，但必须把11踢出小队。闻言，麦克还就是那个放弃治疗了。达斯丁直接把内讧的后果讲了出来，分头行动，然后被一干掉，不团结就团灭。可他还是没有说服一根筋的卢卡斯，哥们儿就是要寻找入口救出威尔。11的能力再强，也不是他心中的伙伴。送走两人，卢卡斯整装待发，一个地板油就出发了。麦克不明白卢卡斯为什么不愿意退让，达斯丁看得透彻，卢卡斯摆明了是嫉妒心作祟。原本好好的小团队，结果麦克先劈了腿，重色轻友，一下子给他说的哑口无言了。再回到南希这边，乔纳森香一觉睡醒啊，才发现南希这一宿压根没睡，他满怪物都是那脑子，不敢相信威尔和芭比在那种世界怎么生存得下去。为了找回失踪的朋友们，两人决定针对那怪物展开计划。他们首先确定怪物是需要进食的，并且是单独行动。那只受伤的小鹿，包括之前割破手指的芭比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在流血。很显然，怪物对血腥味异常敏感，但终究钓鱼执法能否奏效，还得是用行动验证。不知不觉中，两人在紧张的氛围里拉起了手。离开南希家，他们直奔杂货铺，买了捕兽夹、陷阱和弹药，给老板整得一脸蒙圈呢。短短1周的时间，他们大变活人。之前可能会因为一件礼物而纠结半天，现在全款拿下军火都毫不犹豫。就在两人准备出发时，他们看到了广告牌上的涂鸦，把南希黑得遍体鳞伤。这摆明就是史蒂夫那狐朋狗友干的。南希找到他，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，很快就明白他们为何这么干了。奈何自己还解释不了，总不能说小镇有怪物吧。乔纳森很理智，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儿，做事就要拉南希离开。结果史蒂夫揪着他的痛处开涮，
你要他拿什么理智？乔纳森上去就是一赛跑，两人新仇旧怨就地解决。史蒂夫选择单挑，没一会儿他就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直到警察赶来拉开他们。史蒂夫几人跑得快，只有乔纳森被带回局子喝茶。从泰瑞家里出来的霍普接到消息，载着乔伊就奔了警局。大妈给乔纳森准备冰块消肿，得知南希和他不是情侣后，大妈建议女孩把话说清楚，不明白的爱会令人发狂。南希他听没听进去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乔纳森是解气了。这天，一个搞科技慈善的婶子找上了老师，他们有钱有设备，想帮助孩子们完成科技梦想。聊起科学，那斯科特老师可就不困了，直言自己有几个学生可以推荐一下。而这个婶子的来历，那肯定就是能源部在搞鬼了呀。说回咱们的11同学，他独自一人在湖边，努力的想把假发戴好，可总是没办法还原之前的样子。水里的倒影让他看着就来气，怒吼一声，把情绪宣泄了出去。11从小就没被当成过孩子，整天只有一个玩偶被视作朋友，然后锁在小屋里等着布伦纳的下一步指示。有一次，布伦纳下令让他深入探索一下能力，说白了就是给政府表演一下自己的研发成果。他连哄带骗的让11进浴池。片刻后，女孩进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。不远处，她看到一个怪物正在咀嚼着什么，想起布伦纳刚刚的嘱托，里面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都不会伤害到你。为了完成任务，11靠近了那个怪物，可那触感却如此真实，巨大的惊吓让11搅动了整个能源部，墙面裂开，有什么东西正在破茧而出。思绪拉回现实，11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。他来到了一家商场，由于他的外形太过奇异，人们看他的眼神完全就是看异类的眼神。11也没在乎，直奔寻找起了华夫饼。那是麦克给他吃过的第一个东西，也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不过结账买单这种事儿，11可没学过，拎起吃的就往外跑，并且用念力阻止了追赶而来的店员，现场被搞得十分狼狈。猛蹬自行车的麦克两人途经一看这动静，再结合店员的描述，那肯定是11来过无疑了。两人沿街找了过去，边走边呼唤着11的名字。正坐在地上啃华夫饼的11听到了点动静，可再仔细一听，什么也没有了。因为此时麦克他们遇到了校霸，小伙子上次被搞得尿了裤兜子，这回是来报仇的。眼瞅着对方有刀，哥俩吓得弃车逃跑，奈何达斯汀半路抽筋，很快就被对方包围进了绝路，小刀直接架脖子上，吓得动也不敢动。这古惑仔威胁麦克说出真相，当时到底是什么让自己动也不能动，只能当中尿裤兜啊。达斯汀倒是说了实话，奈何人家根本就不信呢，想放了达斯汀也行。古惑仔让麦克从悬崖上跳下去，他估摸着这样能直接给麦克吓得尿裤子，可任谁没想到他们跑过去一看，急速坠落的麦克竟然悬在了半空，接着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拖了上来。几人顺着麦克的目光看去，11高人救场，秒杀两人。但消耗过度也让他瘫软在地，霸气是给外人看的，唯有脆弱留给了麦克。他急着向麦克道歉，可麦克又怎么会生他的气？三人相拥在一起，谁的手也不肯撒开。卢卡斯跟着自己的罗盘找了过去，一圈围栏挡住了他，里面正是能源部。他爬上树梢偷窥里面，只见到一辆辆车驶出了基地，而这些人全副武装，个个带着枪。布伦纳的人行动了，目的是抓回11。孩子们能否逃过能源部的追击？霍普又是否可以及时发现救下他们呢？霍金斯天团即将聚首，决战一触即发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